大家好，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讲《芥子园画谱》里面的数谱中点页法。首先呢，就给大家把这段文字进行一个解说，先全文的读一遍啊。点页法，点页、勾页，不复分别。某家用某点，某数用某圈者，以前后各数中，俱载有古人点法，点法虽不同，然随笔所致，于无意中相似者，已复不少。当神而明之，不可死守成法。那么这段文字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点页勾页的时候，画树叶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某些名家个人的爱好或者个人的特点，会就是某家用某法，就是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是某数用某圈，就是根据数种的不一样啊，用不同的方法来点这个树叶。同时呢，在从古到今有不同的，就是古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各自的点法，然后虽然说有很多的地方是相同的，但是呢，这也是无意中大家的一个重合啊，一个相似。所以在画画的时候，在画树叶的时候，不要就是说恪守成规，或者叫墨守成规，要懂得变通，不要刻意的去照搬照抄某种画法，而是可以就是举一反三，或者是有一些变化，形成自己的风格。总之就是不要照搬照抄。这个呢就是总的一个点页法的方法。那么在芥子园画谱里面，这个点树叶的方法有多少种呢？一共是36种啊。那么后面呢，我们就会分不同的集，上下集或者分几集来给大家分别的演示这36种点法，然后具体的给大家进行示范。这个呢叫小混点啊，之所以叫小混点呢，它是区别于我们后面还有一种技法叫大混点啊，就是混合的，有大有小，有不同的样子的点，所以叫小混点。那么现在这个点呢，我们叫它胡椒点啊。胡椒，所谓的胡椒呢，就是说大大小小的，跟有点像我们那个胡椒粒啊、胡椒末那样的一个状态啊，也是一种象形的那种说法吧。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点呢，那就叫介质点啊，这就是我们表达的介字点，就像中文里的一个介绍的介啊，芥子园的芥啊，这个字像字一样的给它取的一个名字，便于记忆，叫介字点。好，那么这种方法呢叫数足点。数足点呢，就是像小老鼠啊或者小松鼠啊这种鼠类的，它的脚一样的那样的排列，所以叫数足点。这都是一些用这种比喻啊象形的这种方法呢，便于我们记忆。我们没有必要死记硬背，
到时候就是写生的时候，看到不同的树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这样一种造型啊。现在这个呢，我们叫梅花点，那顾名思义，就像我们看到的，所以它的形状呢，就像5瓣的梅花这样子排列的啊，所以叫它梅花点。那么好，这个呢叫个字点。那我们也知道，它就像我们中文字的这个一个两个的个字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实际上呢和我们前面那个介字点呢有相似的地方，但这个更像一个个字，其实都是便于记忆，我们不用死记硬背啊。那么这一种点呢，我们叫它水藻点，就是平时我们养金鱼的时候放在金鱼缸里的那种水藻啊，它的那种形式。也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它水草点啊。那么大家注意一下，除了它的那个构成的样子，每一组构成的样子要注意像水草以外，还有整个一组把它组合的时候，它也是应该像水藻的那种组合形式啊，才能称作水藻点。那么后面一种形式呢，我们叫它垂藤点啊。这个垂藤点呢，它就是那个一种藤啊，藤蔓，它是往下垂的，它的叶子都是往下长的，所以我们把这种点呢叫垂藤点啊。那么后面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它菊花点。那么为什么叫它菊花点，也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元素每一组组成的时候，它像菊花的一个形式啊，一朵一朵的菊花，然后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所以叫它菊花点。好，那么现在这种形式呢，我们叫春叶点。这个春呢，就是有一种树叫香椿树。那么这样的点，实际上它就是根据香椿树的叶子的姿态啊，以及它们的组合形式，来画出来的这样的叶子的造型，所以叫它春叶点。那我们看它的这个一组一组的构成形式，它和前面的菊花点呀、垂藤点呀，它的构成整个的构成也是会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画这些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根据这个树本身的它的一个生长的姿态，我们来做这些点的构成啊。那这个呢叫柏叶点，这个柏呢就是松柏的意思。松树和柏树其实它们的叶子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部分呢就叫柏叶，是一种松柏，叫柏树，其实是柏树的叶子的造型啊，我们叫它柏叶点。那么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松叶点，那么就是松树的它的那个造型的叶子的造型形式啊，我们分别的给大家做示范。
那么这个呢就叫松叶点啊。我们松树也分很多种造型形式，有的叫松针啊，这种就是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松树的造型，它和柏树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像针一样的松针一样的在那里构成啊这种点，所以特别的给大家拿出来做示范。那么在做完了这一些点的示范以后呢，具体的就会用一种某一种这个点的形式给大家来做一个怎么把这些点放在树干上来构成一幅树的这个造型的一个示范，具体的示范。后面呢就给大家来具体的进行这样的演示。